顾言，你人呢？沈总，我请假了。我知道你请假，安心方案在哪儿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发你邮箱了。上周五下午3点27。标题就叫《安心民宿1期动线调整中版》。顾言，你现在最好不要跟我玩文字游戏。我翻了邮箱，共享盘也没有。设计组说你电脑关机，客户已经在路上了。沈总，我今天真的请假 ，OAP 了。我妈身体不舒服。你老家在哪儿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发定位。不是，沈总，你冷静点。顾言，安心方案今天要是出问题，你必须给我一个项目说明。项目说明？这姑娘是谁？客户，就是工作上的客户。顾言，你别装听不见，我已经到青石县了。你到哪儿了？青石县。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已经到青石县了，现在就去雾桥村。今天见不到方案，我就现场跟你核对。顾言啊，你跟婶儿说实话，这真是普通客户？真是客户。客户能来咱家，能找你，你现场核对说明。妈，工作上的事，一个项目。安心，这名字听着还挺像人名。王婶儿，那是民宿项目名，不是人名。你们城里项目名起的还挺亲切。今天这饭看来我们不方便吃了。别啊，亲家，不是林姐，你听我解释。阿姨，没事，我先回去。林雪，真不是那回事。顾言，你先把自己的事儿处理好吧。雪啊，婶儿送你。不用了，坐下。妈，你这也太突然了。坐稳，你给我从头到尾说清楚。顾言哥，有个穿西装的姐姐找你。真来了？来了，城里那个来了。顾言，你今天要是敢跑，我这张老脸就不用要了。顾言，你挺会躲呀。安心方案今天必须定。嫂子，他承认了。闺女，阿姨，你别怕，有什么委屈，阿姨给你做主。您误会了，还叫阿姨呢，这是心里有气。王婶儿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你还敢凶人家？顾言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大概就是你刚才那几句话被他们理解成了另一种方案。什么意思？闺女，先喝点热的。你坐这么久车，累坏了吧？不用，坐。天大的事儿也得坐下说。我现在没心情听你解释误会，先把方案找出来。闺女，你别急，如果真是顾言工作上没处理好，阿姨让他把事情说清楚。对，咱雾桥村虽然不富，但工作上的责任也不能糊弄。沈总，欢迎来到雾桥村，村里信号不佳，可闲言碎语总能迅速传开。顾言，我给你5分钟，把方案找出来。不急，方案可以慢慢说，人得先说清楚。阿姨，我和顾言只是工作关系，我是恒兰居象项部负责人，他是外包设计师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人关系。懂，现在城里姑娘都要面子，阿姨懂，你放心。顾言要是真做错了什么，我绝对不会偏袒他。他没有对不起我。对，我没有，我连他微信都不想回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我平时很尊重沈总。你闭嘴！人家姑娘还在这儿呢，你什么态度？妈，他真是来找方案的。闺女，你是不是叫之和？您怎么知道？刚才电话里显示了，沈之和，名字真好听，比安心还好听。安心不是。闺女，你们城里是不是都喜欢给项目起这么温柔的名字？安心听着就稳当。他还没听懂。顾言，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？我解释8遍了，他们不信。婶子，那是改造项目的名字，不是别的。哦，项目啊，那这项目听着还挺让人放心。对，就是让人放心。咱们现在先聊工作。你别乱问。志和，你先别急，你跟阿姨说，你今天追到这里，是不是顾言一直不接你电话？对，他请假没问题，但项目今天验收，关键文件找不到，我联系不上他，只能过来。关键时候联系不上，你还说你没错？妈，我是请假，不是失联。我上车前就把文件发了，是他自己没看。我翻过邮箱，没有。你现在找。登录。现在城里人谈事情都用这个。王婶儿，这是电脑。我知道，我就是看看安心长什么样。顾言，快点。
看见了吗？不可能，你继续编。难道真没发出去？不应该啊！看，上周五下午3点27，收件人是你，操纵你助理孟乔。这个邮箱怎么？这是我旧邮箱。你名片上写的就是这个？上个月刚换，我在群里说过。我没在群里，我是外包，你们项目内部群没有我。所以这事儿不是顾言的错。对，不是我的错。那也不对。妈，怎么又不对了？你作为男人就不能主动多确认一遍？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。阿姨，是我没确认清楚，我以为他没发，所以才追过来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我第一次见沈之和低头。哎呦，工作上的事儿嘛，说开就好。工作归工作，关系归关系。你赶紧下载附件，方案先解决。这不是中版。什么？这里的卫生间防滑坡度还旧标准，儿童房转角软包也没加，老人房夜灯位置不对。糟了，我发的是中版前一稿。怎么了？顾设计师，你刚才说不是你的错。现在看可能有一点点。很好，那就请你现在给我一个项目说明。对，这是项目说明，不是别的。现在回程来不及，客户3点到现场。这里有网吗？有，但是不太稳定。能画图吗？能，我屋里有台旧电脑。带路。行。顾言，你们村工作环境真让人印象深刻。沈总，你追到我相亲现场也挺让人印象深刻。少废话，今天方案过不了，我和你都别想安心。嫂子，这话听着是不是又像有情况？我那台旧电脑已经3年没开机了。这就是你的工作设备？大学时的老伙计，别看旧，能跑图。偶尔也有点情绪。顾言，你俩这算办公还是谈判？嫂，不是，沈总好。扫什么？骚扰，我是说别骚扰你们办公。路由器在哪儿？堂屋梁上。为什么在梁上？因为放桌上我妈嫌碍事。你们村网络工程真原生态。闺女，你这鞋不好走路，我给你拿双布鞋。不用阿姨，我马上就走。你今天走不了。妈，你别吓他。下雨了，村口那条路下午修沟。刚才村长在群里说了，3点前别走东口，路面挖开了。我必须3点前参加验收会。线上，现在只能线上。2点20，还有40分钟。你把需求再说一遍。老人房夜间起身动线，床边到卫生间不能有障碍。卫生间防滑坡度改1:80，门槛取消。儿童房桌角柜角全部软包，活动区和睡眠区分开。亲子房入口要留婴儿车位。顾言，你还真会干活啊！我在城里不是捡垃圾的。我一直以为你靠嘴上班。他确实靠嘴，但图画的还可以。你们忙，我不打扰。第7页，防滑材料供应商换了。我第一次发现他是真的专业。新材料实用度更高，备注要加，做梦都是图纸。你们负责人怎么这样？我就是负责人，出了问题，别人可以说流程，我不行。各位，调整版已经发送，我们先看老人房动线。沈总，你现在在哪儿？现场外勤。外勤？我怎么听说你为了找一个设计师，追到人家老家去了？项目这么重要，你还有心思处理私人关系？周总是吧？顾言，我是顾言，方案问题是我版本发错，沈总是来追责，不是处理私人关系。另外，项目细节我已经补齐，您要是看图，我们现在就讲；您要是听八卦，村口婶子讲的比我好。继续。好，我们从第1页开始。老人房夜灯为什么放这里？半夜起身时，人不会先抬头找开关，脚下感应比墙面开关更安全。儿童区为什么不要高低床？这批房型面向6岁以下亲子客，高低床拍照好看，我们建议用低矮组合床，安全优先。客户又问了几处，沈之和答得干净，我补图纸逻辑，配合的竟然还不错。明天上午现场复查，如果样板间能按这个标准改，1期验收可以。通过了。暂时也是过。今天还算来得及。沈总这夸奖比客户验收还难得。谢谢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刚才好像听见沈总表扬人了。吵架啦？没有。没有。行，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相处方式，先喝汤。阿姨不用了，我真的该走了。走什么？
路都挖开了，天也黑了，今晚住下。不行，你闭嘴。知和，你别怕，家里地方小但干净，你住西屋。顾言，你去柴房，我睡隔壁，门都开着。妈，我是亲生的吗？人家姑娘因为工作困在这儿，咱家得把规矩做到前头。你再废话，院子也行。阿姨真的不用，我可以去镇上住酒店。镇上就一家宾馆，上个月漏水还没修好，而且今晚修路，车出不去。他说真的。虽然他人不靠谱，但这句是真的。我哪儿不靠谱？要不是你那张嘴，全村能知道安心。我就跟我媳妇儿说了一句，谁知道他二姨在旁边，他二姨又跟王婶说了，王婶又……大鹏，闭嘴！所以现在全村都知道了，不止，隔壁柳湾村估计也知道了。沈总，欢迎来到乡村信息，告诉我。顾言，你最好想办法。高跟鞋别穿了，院子滑。阿姨，这个真不用。磨红了，工作再急，脚也得顾。姑娘家一个人在外面跑不容易。谢谢阿姨。好笑吗？不好笑，就是很有设计冲突感。那顾设计师帮我保管。遵命。妈，你别乱想。我没乱想，我看着挺合适。他说鞋合适，我说人。他从早上到现在只喝了1杯咖啡。多吃点儿，你太瘦，工作再忙也不能亏自己。阿姨，我够了。够什么够？顾言小时候也不吃饭，我就追着他喂。妈，能不能别讲我的童年？你看，知和笑起来多好看。别绷着，我妈喜欢看人吃饭和笑。你家比会议室难应付。会议室至少没人催你喝鸡汤。确实。你们嘀咕什么呢？他夸您鸡汤好喝。阿姨，汤很好喝，喜欢就多喝，以后常来。嫂子，我能进来吗？不能。我就问一句，以后项目还来不来村里？今天只吃饭，别乱点鸳鸯谱。妈，您这句话特别有水平。年轻人的事，年轻人自己决定。那一晚我睡柴房，沈知和住西屋，我妈睡隔壁。沈总，可以走。趁我妈还没醒，赶紧。你这人住一晚还给我整理房间，太乱，影响呼吸。去哪儿？妈，他公司有急事儿，我送他去镇上坐车。路上吃，这个带给他。不用，阿姨，真的不用，阿姨。拿着不是给你的，给你妈的。谢谢阿姨。这就是你的交通工具。环保，上车。我坐这个。你也可以走到镇上，16公里。哟，送沈总去车站啊？大鹏，你不会说话可以少说2句。我是回去开会。懂，工作重要，坐稳。抓紧点儿。少占便宜。沈总，你对我的人格误解很深。你的人格目前还在观察期。顾言哥，姐姐再见。你在村里人缘还不错。小时候帮他们修过不少东西，收音机、门锁、电风扇。后来学设计也是因为喜欢拆东西。那为什么不留在城里的大公司？大公司要我不太想要大公司。什么意思？太多会，太多表格，太多人明明不懂设计还要指导设计，当然也包括你这种甲方。你胆子不小。反正你马上走了。昨天会议上，谢谢你。第2次了。什么第2次？你说谢谢。该谢就谢。沈总也不是完全不讲理。我一直讲理。你昨天到我相亲现场确实很讲理，拿着吧，我妈给的。你回去怎么解释？就说你公司有急事儿，你先回去。他会信？大概率不会，挨训习惯了。你可以说真相。说真相，我妈最后得出结论，你们果然有缘。顾言，这次的事我会处理好。处理你妈那边？什么？你穿着高跟鞋提着土鸡蛋回城，你妈问起来，你最好提前编好。我不需要编。行，那祝你好运。唉，终于送走了。人走啦？走了？真走啦？真走了。顾言，你个没良心的，人家姑娘连早饭都没吃完，你就让她走？妈，他公司有急事儿，几千万的项目等他签字，他不回去公司就乱了。这么厉害？
厉害，管好多人的。那他以后会不会嫌咱家妈，一个姑娘愿意大老远来找你，在咱家住一晚，临走还把被子叠得那么好，说明人品好。他真是工作。这时，我还不知道，他回城后的第一句话不是解释清楚，而是把事情搞得更大了。顾哥，你快去会议室，怎么了？有人给你送东西。这谢礼也太实在了吧！谁送的？沈之和。顾设计师，现在是项目会。沈总，请问这个也是项目物料吗？沈总，阿姨早上打电话问我顾设计师爱吃什么，我以为您知道。散会。解释吧。我可以解释。你最好可以。我回家后，我妈问我为什么穿布鞋，为什么提着鸡蛋，为什么一身泥。然后呢？我说去同事老家做项目调研，路不好走，摔了一下。同事叫什么？顾言，是吧？他为什么会觉得需要送菜？他觉得你人不错。你怎么描述我的？我就说你说，虽然平时懒散，说话不好听，但关键时候挺可靠。这火怎么还少了半截？谢谢啊，先贬后夸，结构完整。我没想到他会这样。那你现在打电话解释清楚。不行，我妈身体不太好，她一直担心我一个人工作太拼，如果知道我为了一个文件独自跑到几百公里外的村里，还闹出这么大的误会，她会很生气。你怕她生气，我就不怕我妈误会。你那边不是已经误会了吗？沈总，你这逻辑真适合当甲方。我会找机会说清楚。什么时候？不好的预感来了。顾言，知和妈妈刚给我打电话了，看你们也都说像什么呀？她怎么有你电话？你昨天不在家，知和给我发消息说他妈想谢谢我们，让我把电话给他。我没有。知和还说我们两家改天见面吃个饭，把事情说开。妈，说开什么？当然是你们的事儿。顾言，我告诉你，知和妈妈人可好了，说话温温柔柔的，还说她家有个农庄，以后让我过去玩。妈，那是客气，不是你想的那种见面。我知道，就是两家人吃顿饭，把误会说开，你别把人家姑娘弄得为难。我妈怎么会有阿姨电话？沈总，你自己看。这不是我发的。那是谁？我妈，她昨天拿我手机看照片。好，很好。你妈已经加入战场。我会处理。她也挺惨。先别急，今晚你回家跟你妈说清楚，我也跟我妈说清楚。妈，我和沈之和真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哦，你信了？知和妈妈刚说了，你们年轻人一开始都不承认，怕影响工作。我懂。失败了。普通同事会让你穿他的布鞋，那是他妈给的。普通同事会让你带土鸡蛋回来，那也是他妈给的。普通同事会在项目会上替你挡话。知和，妈不是催你，妈只是觉得解释这么多，能让你愿意解释这么多的人
应该不普通。这难度还能继续加？沈总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人生太顺，想给我加点难度？云和农庄。云和农庄在白塔镇外，名字挺雅，其实就是一片果园，一排木屋。他今天穿了件米色西装。你怎么空手来？不是你请我吃饭吗？第一次见长辈，算了。沈总，你现在也开始默认见长辈了？配合，懂不懂？你带了。我又不傻。你刚才故意问我，看看你会不会紧张。顾言，今天不惹你。小顾来啦。阿姨好。来得匆忙，不知道您喜欢什么。人来就好，还带东西。你看看人家，比你懂礼貌。妈，您不是说要听我解释？先吃饭。这句话太熟了。果然。小顾多大？28。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妈。父亲呢？很早就不在了。抱歉。没事儿。小时候我妈一个人带我，习惯了。做设计辛苦吗？还行，比种地轻松，比开会快乐。当然，和沈总开会也很有收获。你们平时就这么说话？他平时比这个更不正经。他平时比这个更冷。这眼神不太安全。阿姨，其实我和沈总……我知道，你们是普通同事。还好。普通同事也可以慢慢了解。妈，顾言今天来就是为了把误会说清楚。好，你说。那天我去雾桥村，是因为安心项目文件出了问题，我误会顾言没有发方案，其实是邮箱沟通出了差错。后来项目紧急，他帮我重新改了方案。住在他家，也是因为下雨修路。我们之间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对，全是误会。所以小顾确实帮了你。是，也确实在你最着急的时候站出来替你说话。是。你也确实把他夸给我听了。那是因为他那天表现还可以。只是还可以。那就行。什么就行？误会可以解释，人品骗不了人。你从小到大身边不是没有优秀的男孩子，但你从来不会把谁的事儿说给我听，更不会因为怕我误会坐在这里解释这么多。小顾，知和工作上要强，脾气也急，有时候说话不好听。没有，沈总能力很强，做事也认真，项目里很多细节都是他一遍遍盯出来的。他只是压力太大，而且他会道歉，虽然很少，但道得挺真诚。顾言，你可以少说2句。小顾，这些水果带回去。不用啊，阿姨。拿着，给你妈妈尝尝。还有，阿姨，这个真不行。不是给你的，里面是农庄的体验券，你妈妈要是愿意，周末来玩。谢谢阿姨。小顾，阿姨不逼你们，但我看得出来，知和在你面前会像个正常年轻人，会生气，会尴尬，也会笑。这话不好接。你别有压力，顺其自然。我妈刚才跟你说什么？说你脾气不好。还有呢？说你工作狂。还有呢？说你在我面前像正常人。我平时不像正常人。像，就是像个会走路的工作表。你可以下车了。高速上，
我可以靠边。我看见了。顾言，周一安心项目现场复查，你来吗？合同里写了我必须来。不是合同，我是问你愿不愿意来。这个问题比方案还难。来，毕竟我也想看看安心到底能不能让人安心。周一见。沈之和，你今天这身比西装好看。周一上午，安心民宿一期样板间合，看着有味道，但真做项目，处处都是坑。顾设计师来了，听说你最近挺忙，又回村相亲，又帮沈总救项目。周总消息挺灵，要不您转行做媒婆？年轻人说话挺冲。不冲，只是准。顾言，周总，复核开始吧。这批材料不对，这是同等级替代。我没有签过替代。沈总，现场施工总会有灵活调整。老人房防滑不是装饰项，这是安全项，同等级不是同功能，检测参数拿出来。换。现在换，工期会延。不换，验收会不过。客户又不一定带孩子，亲子房不带孩子，难道带盆栽？按图纸改，所有边角软包，活动区地垫厚度不到标准。这个柜子是品牌部要求拍宣传照有质感，老人半夜起床不会先欣赏质感。移走，那画面太空。空是安全动线，不是设计没做满。复核越往后，问题越多，不是设计不行，是执行过程层层打折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只是改了一点，最后加起来，整个方案变了样。今天所有问题形成清单，下午5点前，施工方给整改时间，材料方给检测报告，品牌部调整拍摄方案。沈总很有魄力，但我提醒一句，你坚持的这些细节会增加成本。如果客户不买账，责任谁担？我担。这话不对劲。顾言，相亲对象怎么又来了？真巧，你们真是在做项目啊？对，如假包换。你就是顾设计师？我是。这是我爸林启山，云湾老街商户代表。我们几个老街商户今天来看看样板间。原来顾设计师和商户代表也认识。沈总，你们这个项目的人际关系还真复杂。周总是吧？我和顾言只是相过一次亲，没成，不是因为项目，是因为那天沈总追到他家要方案，我们全村误会了。但误会归误会，顾言后来专门向我道了歉，这人嘴欠，但不坏。你这是夸我？你就当是吧。年轻人的误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房子能不能住得舒服。这个夜灯不错，但是换鞋凳旁边也应该有扶手。有道理。门口这块地，下雨天会湿，老人进来第一步容易滑。你们城里设计漂亮，但我们开民宿最怕客人出事。加进整改，现在再加，能降低风险就加。沈总，你这是把项目当公益。安心项目的卖点本来就是让人住得安心。这女人较真的时候还挺好看。明天公司会上，你最好想清楚怎么解释成本增加。顾设计师，希望你别只会在村里解决误会，项目现场可没那么好糊弄。周总放心，我们村解决误会靠嘴，我解决项目靠图，都挺熟。你能不能少惹他？他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，我还装没听见。他不好对付。那就认真做，图纸不会骗人，现场也不会。你俩还真挺配。没有。没有。行，没有。你们继续没有。公司会开得很难看。防滑材料更换增加预算，软包补做增加预算，
夜灯调整增加预算，入口扶手新增增加预算。沈总，你的安心是用钱堆出来的吗？我作为外包设计师，只能旁听。客户要的是可运营民宿，不是样板展厅。我们加的不是装饰，是风险控制，后期客诉和安全问题的成本比前期改造更高。听起来很有道理。数据呢？你拿什么证明这些调整值得？想说话？没有数据。给我3天。3天？你去哪儿找体验数据？真实用户。你刚才为什么不让我说？你是外包，周明远就是想把你拖进来，最后说我公私不分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替我避嫌？项目里谁该承担什么责任要分清楚。你负责设计，我负责管理。他冲我来，我接。真实用户去哪儿找？我正在想。去我家。什么？雾桥村，老人、小孩、带娃的、开民宿的、修房子的都有。把样板间、平面图、材料小样、动线模型带过去，让他们看。他们不懂概念，但他们知道哪里会摔，哪里不好走，哪里孩子会撞。顾言，你这个想法挺野。我们村嘛，主打野生数据。知和来了，阿姨，这次真是工作。阿姨知道，工作也得吃饭。安心也来了。王婶儿，你能不能忘了安心？忘不了，这名字太顺口了。婶子，您帮我们看看。看婚房。看民宿。民宿啊。这个卫生间门口不行。哪里不行？半夜起来人迷糊。你这里虽然没门槛，但这块太空，没有能扶的地方，我得摸墙。增加侧墙扶手。这里进门转不过来。你看，车一进来就卡床边。入口柜缩10公分，床向里移。会不会影响活动区？孩子活动区不一定要大，但妈妈放包、拿奶瓶、换鞋一定要顺手。这小桌子脚太尖。会软包。软包也不行，小孩跑起来撞哪儿都疼。桌子最好圆的。这种地砖好，但不好擦。民宿不是自己家，保洁时间有限，太难打理，老板后面会偷换。对，标准不能只考虑验收，还要考虑后期维护。这里放个小灯不错，但开关不要太复杂，老人看不懂。一个按钮，最好一按就亮。妈，你挺专业。我不专业，我只是老了。阿姨，这句话很重要，我记下了。我就随便说说，不是随便，是真需求。那天讨论到很晚，他们说的不是高大上的设计词，但每句话都落在实际使用上。我觉得安心这个名字真好，你们这个民宿要是开了，我第一个去住。你住什么民宿？你家就在隔壁。我体验，给知和提意见。沈总，你今天笑得有点超销。闭嘴。行，算工伤吗？顾言，今天谢谢你。第几次了？这次不算。为什么？这次是替项目谢你。那私人呢？私人再说。心跳莫名快了一下。行，我等着。3天后，体验数据整理完成，我们把村民反馈做成表格，把每个调整点对应到风险场景，不是空口说更安心，而是清清楚楚写着数据和场景。这些体验反馈从哪里来的？雾桥村，我们找了老人、带娃家庭、民宿商和长期做房屋维护的人，不是正式市场调研，但足够说明真实使用场景。沈总，你把农村大妈的意见拿来指导城市民宿，用户不会因为住在城市就不摔倒，孩子也不会因为民宿装修贵就不撞脚，老人更不会因为品牌定位高就半夜不用起身。我认可这个逻辑。安心项目本来就不是做样子，体验数据虽然朴素，但有价值。另外，我们重新核算了成本，部分调整前期增加预算，但后期维护成本下降，投诉风险下降。样板房复制时可以做标准化模块，入口扶手、防滑地砖、夜灯线路都可以形成标准包，圆角家具、软包边界也不需要每间房重新设计。
样板间达到标准，我们签一期验收意见。当天晚上施工现场赶工，忙到晚上11点，样板房基本成型。入口扶手完成。夜灯感应测试完成。圆角软包完成。喝点儿。谢谢。你最近谢谢含量有点高，你最近靠谱含量也有点高。那说明我们都在进步。明天过了，这个项目就能继续。过不了呢？过不了，我就重新来。你就没想过放弃？想过。什么时候？昨天、今天、刚才。顾言，我不是铁打的，我只是不能在别人面前散。那你可以在我面前散一下。我是说，外包设计师抗压能力强，保密性好。怎么了？沈总，不好了，材料检测报告被退回了，说批次编号对不上。怎么会对不上？我也不知道，明明是下午送来的那批。这不是我们要求的批次。什么意思？数字调了，仓库送错。明天上午验收，今晚材料报告出问题。沈总还没忙完，材料批次对不上。怎么会这样？材料不是你亲自确认的吗？周总来的挺巧。项目这么重要，我当然要关心。明天验收，没有合格检测报告，客户不会签。沈总，你这次太激进了。周总，材料替换流程是谁批的？你什么意思？沈总确认的是 A37，现场出现 A73，中间一定有人改过采购单。顾设计师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一般不乱吃，乱吃容易不安心。别吵，把所有送货单、入库单、现场签收记录调出来。我马上去。都这个点了，查这些有什么用？有用。如果是流程问题，就补流程；如果是人为替换，就查责任。如果材料真不合格，我不会让他进验收。那你准备明天怎么交代？我本来想挂。妈，我忙呢。顾言，你们是不是要那种防滑地砖？你怎么知道？志和下午不是在群里发了样品图？你七叔以前给镇上养老院修过地面，他说这东西镇上的恒安建材库有，还有检测单。妈，你说真的？这还能骗你？让那姑娘别急，我刚问过，有一批同参数材料，编号不一样，但检测标准符合。你们要是不嫌远，我让老板现在开库，地址马上发我。走。现在晚上12点，项目没过，就还没到休息时间。顾言，你可以不去。沈总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我现在也想让安心过。上车。夜里12点半，我们开车去白塔镇材料库。路上，沈之和一直在打电话，每个电话都很短，信息清楚，语气稳定。第一次觉得沈之和这种强势不是为了压人。你就是之和吧？七叔，这么晚麻烦您了。顾言他妈说你急，急事就别客气。检测报告齐全，参数符合，批次数量够3间样板房。你们要的太急，今晚能拉走，施工得你们自己安排。可以，这砖比你们原来那款重。还有，老房子地面别只顾防滑，铺不好后面会枯骨。这就是经验，图纸上没有。收到。你不用一直在这儿。我怕你把自己扑进地里。凌晨4点半，地砖铺完，检测单补齐，基层照片归档。便利店买的。谢谢。这次算第几次？不数了。天边有一点发白，云湾老街安静的不像白天。顾言，你觉得我是不是很麻烦？实话，挺麻烦。我就知道。但麻烦不等于错，你只是想把事情做对。这年头，愿意把事情做对的人，本来就不省事。沈总动作真快。
这个方案好，不是最花哨，但是真能用。我们开店的人怕的不是多花一点钱，怕的是后面天天出问题。我同意。沈总，验收意见可以签，但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您请讲，你们为什么会想到找村民做体验反馈？是顾设计师提的。他说，真正的安心不在会议室里，在老人半夜起身那几步路里，在孩子跑起来会不会撞到的边角里，在带娃的人进门能不能腾出手里。这些话我好像说过。说得好，这个项目我希望2期继续由你们负责。周总，关于前一批材料替换，我们需要贵公司给出书面说明。这是采购流转单，后续替换流程没有项目负责人签字，但有周总办公室的临时审批记录。沈之和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把流程说清楚。项目问题不是谁草门大谁负责，谁签的字谁说明。那是为了赶工，赶工不能越过安全标准，也不能让现场背锅。这件事我们会等你们公司正式说明。没有人追上去踩他，也没有人大喊痛快。项目通过了，事情查清楚了，责任回到流程里，这比吵赢更重要。沈总，安心方案这回算安心了吗？暂时。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？顾言，这次你很靠谱。没有但是。我反而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沈总，你这样夸人，我容易骄傲。那我收回。别，已经录入系统。这次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午后的阳光落在他脸上，他笑起来真的很好看。项目过了以后，我以为能消停几天，事实证明我太天真。顾言，明天我去城里。干什么？知和妈妈邀请我去农庄。谁邀请你？沈姐啊。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亲家母？没有。妈，你现在撒谎越来越不走心。你少管，明天来车站接我。我也刚知道。你妈疯了。注意措辞。阿姨很温柔。那是你妈。我妈也很温柔。但他俩凑一块儿，就不一定温柔了。明天我们一起解释。你这句话可信度已经破产。那你想怎么办？面对现实。顾姐，早就想见你。我也是。知和这孩子太好了。开始了，开始了。稳住。知和这些年太拼了，我一直担心他没人照顾。顾言也是，嘴上不正经，但心不坏。妈，吃菜。妈，您不是说今天只是普通吃饭？是普通吃饭，普通吃饭也得看看日子。你还开着免提？刚才他非要听听。知和啊，婶子看了，下个月16不错。你们别紧张，我们不催。对，不催。那你二位能不能先把日历收起来？妈阿姨，今天我和顾言想认真把话说清楚。一开始确实是误会，我去雾桥村是因为项目问题，不是因为私人感情。后来双方家里误会越来越深，我们也有责任。我和沈之和不是一开始就在一起，但是现在我不太确定。顾言，沈之和，我以前觉得你麻烦，强势，不讲道理，随时能把人逼疯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你不是不讲道理，你是太想把事情做好。你不是非要别人听你的，你是怕别人不当回事，最后让真正使用的人吃亏。你确实麻烦，可我好像也没那么讨厌这种麻烦。那你想怎样？想从普通同事升级到观察对象。啥对象？恋爱观察期。顾言，你表白也这么不正经？我怕太正经你不适应。可以。什么可以？观察期。只是观察期，还没定。没事儿，观察也行，阿姨等得起，慢慢来，只要你们是真心的。生气了？没有。
那就是害羞啦。顾言，观察期第1条，少贫。收到。第2条，工作和私人要分清楚。收到。第3条，以后不准在我妈面前胡说八道。这个难度有点高。收到，收到。顾言，我以前也觉得你很麻烦，然后呢？但现在我也没那么讨厌。我站在原地傻笑了半天。还看？妈，你怎么走路没声？顾言，你爸要是看见，应该会高兴。你小时候就喜欢拆东西，我总怕你把日子也拆散。现在看，你也会把东西装回去。妈，好好处，别平过头。知道。观察期第1天，表现暂定合格。谢谢沈总审批。私人时间，别叫沈总。之和，晚安。晚安，顾言。观察期第1天，好像还不错。观察期开始以后，我的生活没有变轻松，反而更忙了。安心项目1期通过后，2期很快启动，范围从3间样板房扩大到整条云湾老街。客户要求更高，商户意见更多，施工难度也更大。我每天3点一线来回跑。下班也在谈恋爱。项目推进到中段时，新的问题出现了：扶手要装，地砖要换，柜角还得圆，这都是钱。游客住1晚就走，哪有那么多讲究？钱老板，统一标准做好了，整条街口碑都能上去。哼，口碑不能当饭吃。我现在凭什么跟着你们折腾？我们不是不给你面子，但我们小本生意经不起你们大公司试验。我理解，所以今天不是让大家表态，表做的好看，实际谁知道？所以我们先做自愿参与。第1批不强制，但参与的商户必须按标准执行。后续客源分发、运营培训也会优先匹配。哼，那不就是变相逼我们？我本来不想说话，钱老板，标准不是菜单，不能只挑便宜的吃。你又是谁？画图的。你们画图的当然说得轻巧，钱又不是你出。所以今天沈总把账拿出来，就是让你们看钱花在哪儿。我想问，如果按标准改了，后期维护怎么做？我们会给维护手册、材料刻换型号、保洁流程、安全检查周期都会写清楚。说的好听，谁知道最后是不是一阵风？这有啥难的？王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说一句，老板，你怕花钱，我们懂，但住店的人摔一下，你赔不赔？我们村张嫂家以前开小饭馆，门口台阶高，有人绊了一跤，虽然没啥大事儿，但人家以后再也不来了，还跟亲戚朋友说那家店不安全。你说这损失算谁的？做生意不是把人哄进门就完了，得让人愿意再来，经营经营。这话实在。最后第1批商户确定了6家，比预计少，但够启动。我愿意参加第1批。志和啊，婶子说的行不行？非常行。那我以后是不是也算项目顾问？您算气氛顾问。你少贫，别太累，工作慢慢做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也不一定做得到，顾言也是，你俩半斤8两。今天阿姨和王婶帮了很大忙。乡村智库，收费不高。观察期评分呢？今天加分。加多少？0.5。这么少？你会上怼钱老板，扣0.4。他先挑衅，你可以更稳。沈之和，你现在越来越像我领导。私人时间叫之和。还有，你今天维护我的时候挺帅。我坐在车里半天没动。咋样？2期改造开始后，云湾老街热闹起来，有商户支持，也有人观望。我就是路过，实际上比谁都关心进度。第1家改完的是林启山家的云湾小院，改造不豪华，但很舒服。试运营第1周反馈很好。安心方案阶段性胜利，别骄傲，沈总。私人时间，我笑着保存了截图，但好景不长。铺图是我和沈之和在现场说话的照片，其实当时我只是在给他看图纸。帖子很快在本地生活群里传开，商户开始不安。沈总，你看看，
我早说了吧，这项目要出事。先查事实。这照片是现场人拍的，角度很刻意。现在商户群里都在问。今天下午公开沟通会，你要正面回应。不回应，谣言会自己长腿。下午老街临时沟通会，商户、施工方、客户代表都来了。第一，参与第一批改造的商户全部自愿签署。第二，每项改造成本都有明细。第三，后续运营扶持政策已经写入协议。第四，商户可以退出，但已经完成的安全基础项不建议拆除。网上说你们拿商家试验，是真的吗？所有调整来源于一期样板间验收意见和体验反馈，不是试验，是改进。这个确实有记录。那你和顾设计师的关系会不会影响项目？我和顾岩确实在了解彼此。我愣住，所有人都愣住。但项目中他是设计师，我是负责人，所有图纸、成本、验收和付款都走公司流程。如果任何人发现我们因私人关系影响项目公正，可以向客户方和公司监察邮箱反馈，我接受监督。我也说一句，我和沈之和的关系不会让任何商户多花冤枉钱，也不会让任何问题被压下去。相反，他只会比以前更严格。哼，这倒是真的，他确实严格的烦人。客户方认可项目目前进度，后续仍以验收标准和用户反馈为准。网上不实内容，我们会保留追究权利。没有人再追问。会后，商户群里风向慢慢变了。我还是观望。顾设计师，如果我参加第二批，还能排上吗？您不是不折腾吗？我问问不行？行，但标准不能打折。知道了，你们这些年轻人麻烦。安心本来就麻烦。晚上，沈之和我走在老街上，灯笼亮起来，游客不多，但比以前热闹了点。听见了。今天我跟你不介意。介意什么？介意我把你放在项目会上说。沈之和，你知道我今天最开心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不是你承认我们在了解，是你说接受监督。这说明你没把感情当遮手布，也没把工作当挡箭牌，你把我放在一个很干净的位置。顾岩，你现在说话偶尔也挺像人。这算夸奖？算。那我能不能申请观察期加分？加1分。才1分？已经很多了。那现在总分多少？还没到及格线。唉，沈总真严格。但可以提前转正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我听见转正了。顾岩，再问扣分。我笑着跟在他身边。老街的灯落在石板路上，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安心这个词好像真的不只是项目名了。3个月后，云湾老街安心项目1期、2期全部完成，参与商户从最开始的6家变成了28家。我不是被你们说服的，我是看游客评价还行。钱老板，您这个还行已经快写到脸上了。顾这张嘴真不适合做服务行业。我做设计不负责哄人。你负责气人，他也不太适合做设计。之和，你现在拆台越来越熟练了。私人时间才叫之和，现在是验收前工作时间。你俩这样还挺像过日子。钱老板，验收资料第3页，您的消防通道复核表还没签。签，我签还不行吗？沈之和这人真的适合管人。验收那天，云湾老街来了很多人。妈，今天验收不是走亲戚。你懂什么？这是给之和补身体的。谢谢阿姨。别总说谢，你一忙就不吃饭，以后让顾岩盯着你。妈，他是我甲方，我盯他吃饭容易被扣捆。不会，最多扣分。扣什么分？项目考核分吗？今天验收，别乱说。我哪乱说了？我就是关心项目进展。帮我放车上。好。顾岩，走流程。验收从老街入口开始，路面防滑、扶手高度、夜灯亮度、老人房动线、儿童区边角、消防通道、保洁间分区。以前大家觉得麻烦，现在反而没人抱怨。这些麻烦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以后少出问题。走到林启山家的云湾小院时，将负责人停了很久。那间老人房是最早被指出问题的房间。这个好，晚上没人说漂亮，也没人说高级，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句好比任何宣传词都有用。安心这个定位，你们做到了。沈总，听见没有？客户说你做到了。暂时。又暂时。项目通过只是第一步，后面运营、维护、反馈都不能断。行，这话像你，我挺喜欢。云湾老街安心民宿改造项目1期、2期验收通过。后续进入试运营观察期，若运营数据稳定，客户方将继续推进3期合。你还记？记。为什么？因为沈总每说一次谢谢，
都挺珍贵。拧不开。顾言，观察期可以结束了。什么？我说观察期可以结束了。那结果呢？转正。你确定？你要是不愿意，愿意，非常愿意，积极配合，认真执行，绝不拖延。台上，江负责人还在说后续合作。台下，我和沈之和站在人群里，没有牵手，也没有拥抱，但我知道，我们之间那层一直没说破的东西，终于落了地。验收结束后，公司也出了内部处理结果，以后会少很多麻烦。你不高兴？我高兴的是流程补上了，不是谁倒霉了。这句话很正能量。你少阴阳怪气。没有，我是真觉得你挺好。晚上，老街试运营庆祝。2个孩子都忙，以后我们多提醒他们吃饭。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以前不想解释了吧？知道，2位妈妈一旦联手，项目推进效率都没这么高。要不我们撤？我们从热闹的小广场走出来，老街的灯笼亮着，雨后的路面干净，风里有桂花香。你妈也真的很热情，那倒是，王婶儿也真的很吓人。这个必须承认。顾言，其实那天我追过去，只是想让你对项目负责。我知道。现在呢？现在什么？顾言。现在我不只想对项目负责，也想对你负责。那你最好靠谱一点，不是努力，是必须。收到，沈总。私人时间。